在未来世界，再也没有人生输家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款手表，只要将每天的计划输入进去，手表就会带着你强行自律。大雄小年纪就老年痴呆，明明6点要看陆木动漫，7点才回过神的大雄追悔莫及。明明约了媳妇闺房约会，却因忘记割了女友，就连老爸拜托他买的纪念币也忘在了脑后。要知道，这东西一增值，起码稳赚一个小目标。看着大雄为逃避责任回房间当读书人，小多拉1秒变身副黑猫，拿出一块平平无奇的手表，并设置到8点的闹钟，接着将它戴到了大雄手上，就等着对方变身彪哥。果然8点1到，大雄就像过期牛奶喝多了，精神出了问题，跳出了没有3两白酒下肚跳不出的感觉。原来这正是手表的功能，只要把要做的事情提前录下来，自己就会变成一具特别自律的傀儡。于是大雄二话不说规划起明天的行程。小多拉建议他放学回家后要先学习，可学校学了一整天，回家还学习。大雄表示做不到，虽然正常孩子都不爱学习，但手表会让他做到。于是2点学习，3点找媳妇的计划就这么快乐的决定了。为了给割了静香这件事道歉，大雄决定去找静香前给她买点小礼物，毕竟这年代女孩子就喜欢会点超能力的男生。之后大雄会慢跑锻炼身体，回到家后会先恶补陆木动漫，接着泡个热水澡，最后吃个满汉全席结束一天。大雄照着满满的计划表，将一整天的行程输入到了手表中。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，因为一向不会失眠的大雄竟在凌晨2点钟时梦中惊坐起，并来到书桌前翻开了书本。大雄只当自己是梦游上了身，可当他刚要重返被窝时，身体却把书桌当成了亲闺女，怎么都无法移开视线。他这才意识到弄错了上下午，顿时被自己蠢到开启了大眼特效。就算他使出乾坤大挪移这本古董秘籍想逃跑，也只能挪移到书桌前，当个考前苦读的熬夜学渣。但大雄并没反思自己上下午不分，反而怪起小多拉的2手道具从没靠谱过。终于挨到3点，大雄本以为自己可以睡个美容觉，可手表却要带他夜闯妹子温柔乡。虽然他一直用右手攻击左手，疼的都是自己，但还是没能阻止想找妹子的手表。只见他来到礼品店，就捶了9980一下。被迫营业的老板打开门，听说只要区区1块口香糖，顿时芥末直冲脑瓜顶，也不管孩子今年才8岁，对着大雄的脑顶就是一套组合拳。大雄来到静香家时，虽然用手抓墙，差点撬起牛顿的棺材板，可他还是被送到了静香家门口。本以为大门紧锁，手表会知难而退，岂料手表竟带着他飞檐走壁，硬生生把他送到了妹子床边。静香原本在梦中夜会大雄，没想到一睁眼，大雄本雄竟出现在眼前，吓得静香以为这是遇到了变态中的变态。眼看自己要被强行退婚，大雄顿时哭成了高压喷水枪。静香只好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听闻此话，大雄立刻发动超能力送上小礼物，而静香就喜欢如此物质的男人。可两人还没来得及深入交流，到点的大雄就一脚地板油再次启程。因为在他的规划中，下一步将慢跑锻炼。之后他对着满是雪花的电视看了个满足。6点半时，他一个猛子跳进了冷水浴池中，然后来到厨房干起了饭。爸妈看到早起的大雄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然而大雄最后的计划是当个睡美人，可惜这个计划估计是不能完成了。